按照天星主所说，想要参加神奇联盟所举办的招揽神会的门槛，必须是实力已经纳入神列的神奇才能参与这场神会大赛。但是要知道，想要在3年内成为神奇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算是第2等级世界的天纵之才，从最强主宰纳入神列，成为神奇都需要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时间。而现在摆在牧尘面前的，竟然是3年内让自己超脱主宰纳入神列，那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就算是牧尘拥有诸多的至宝，也无法有者如此变态之力，能够在3年内纳入神列吧？这才是让牧尘极难办到的一面。主宰之上乃是神奇，可是神奇境哪能是那么容易突破晋升的？刚刚还有者信心燃起，此时此刻，牧尘的心中又是一道失落之感。不是牧尘气馁，而是真的无法在3年内从最强主宰突破至神指境。这等境界可是神之一方的领域境界，一旦迈入其中，就有者比主宰之力更强的力量，那就是神奇之力，可在手头足间轻易毁灭一方世界。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强者，已经不是人，而是神。纳入神列之后，便可拥有神灵一样的力量。在同等级境界中，无法杀死彼此，只有比对手高1等级才能将其抹杀。这就是神奇的可怕之处。特别是一些最强主宰巅峰以及准神境的强者，对于神指境的渴望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。在大宙中有多少天骄，都止步于最强主宰巅峰活，或者就是准神境，从而一生都无法纳入神列中。至此之后，神奇境是诸多天之骄子都为之夭折的境界。很多原本在冲击神指境之前都是不可一世的勇者，但是在冲击神指境失败后，心中的那一股勇者之心渐渐的消散，就再也无法去冲进神指境了。而这些人一生都会止步于原本的境界。牧尘守护者，你也不要气馁，要知道大宙中可以有者诸多未知的东西，如果能够有者机缘或者一些强大的至宝，或许能够有机会纳入神奇。首先我们天心界的原始法身，你可以先试一试。天心主见到牧尘的心有些不坚定的时候，为了让牧尘在3年内突破晋升神指境，也是特意的提示道。当原始法身4字入耳的瞬间，牧尘那股坚毅不绝的信心又回来了。第6座原始法身吗？天心主，可否带我去见一见原始法身？牧尘语气变得锐利起来。看来为了3年后的招揽神会，在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，必须给自己施压，加强修炼。见到牧尘这一股与生俱来的坚毅之色，令得天心主以及狼牙少昌玉瑞都是暗自赞叹，这家伙果然不是一般人啊。好，我这就带你去。我也很想看一看你是如何让原始法身认作你为主人。天心主虽然也是主修法身，但是当他去修炼原始法身的时候，根本就无法催动原始法身的力量。经过了数万年的尝试，依旧是以失败而告终。所以在见到牧尘竟然修炼了5座原始法身的时候，直接让天心主都无比的震惊。这牧尘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获得原始法身的5座认可？那么不知道这第6座原始法身是否也能与之前5座原始法身一样，被牧尘所收服？天心主直接目望天心界的西面，那里正是原始法身的所在之处，旋即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。身后的牧尘、狼牙几人也当即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天元界中9天中的所有势力强者开始每日每夜的修炼，只为半年之后的诸天气运之争，同时让自身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，来抵御圣神之子卷土重来的那一日。而萧炎与灵动也不忘自我修炼，寻找自身的缺点，最终来完善这缺点。只有不断的认清自我的实力，日后对敌的时候才能保持优势。焚绝空间，焚老的身影悬浮在萧炎的身旁，有些兴奋说：萧炎，你这家伙还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如今距离成神之路也越来越近了，现在只差一样东西，便可炼化神火，到时候你便可一举突破晋升神指境也说不定哦。萧炎一听，半信半疑的喃喃，真的可以吸收神火之后能够纳入神列，踏入神奇境。在对于萧炎而言，自己是的实力如今还只是最强主宰中期，虽然距离神指境还有着几个小境界之差，但是他很明白这几个小境界之差将是多大的天地之差，那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啊。就算是一些最强主宰巅峰以及准神境的强者，都无法轻轻松松地迈出成神之路。想要踏入这成神之路，需要非常多的付出以及磨练，以及自身的机缘和气运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契机之下，方才能够纳入神列，成为一方神起，拥有那颗神圣的神之力。你可不要小看神火，虽然大宙中只有9道神火，你现在所拥有的只是排名第9的神火，但是其火神本源都能够让一些寻常神奇忌惮无比，更是让一些神奇都想要夺得神火，将其炼化，成就自身的焚烧之力。有了神火的力量，在同境界的对手对战中都能够取得一些优势。这样的强大神火，那位神奇不为之心动呢？而你如今就是需要一个神灵之物，在自己体内种下神骨，才能够容纳火神本源，让你超脱主宰的能力。所以半年后的诸天气运之争开启后，在那古元天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神灵之物，为自己种下神骨。此时萧炎对于成神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，因为大宙之大，日后所遇见的对方都会无法的强大，可不能像之前一样对抗界外天主的时候差点陨落。陨落对于萧炎来说不算什么，如果自己陨落了，自己的爱妻孩子怎么办？还有萧族之人怎么办？这些都是萧炎身边最重要的人，所以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
才能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身边要守护的人。不过，参加诸天气运之争的强者将会非常之多，所以想要获得神灵之物，自身的实力也要继续提升。虽然你的修为达到最强主宰中期，可是其中不乏有一些准神境的强者。为了能够顺利在其中获得神灵之物，你可以试着去修炼焚神诀的第3诀。无法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一次随着你的实力提升，应该能够领悟第3诀的奥秘。冯老开始对着萧炎指点迷津，似乎是已经将萧炎要走的前方之路慢慢的铺起来。焚神诀的第3诀吗？上一次在练习第3诀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之感，但是很快又无法参透找到那种感觉。萧炎想到这里，那焚神诀的神技的确非常不简单。那是自然，焚神诀可不是普通的神技，所以只要你好好的修炼焚神诀，对你以后有着巨大的帮助。冯老微微一笑道。被冯老这么一说，萧炎更是有些骇然之色，生气。这焚神诀在萧炎目前修炼过来后，的确是一道非常强大的神技，但是真的能够如冯老所说的那么神吗？萧炎，你要知道，焚诀可不是普通的功法，如果硬要说的话，焚诀乃是一道神法，也说不定哦。望着萧炎那不是很相信自己话的表情，冯老也将焚诀的一些信息透露了出来。神法，萧炎对于神法这词可是极为的陌生。正是，神法就是一些强大的神奇所施展的神技之法。但是类似于焚神诀这道神法，就算是整个大咒中都是极少数的存在，所以有很多强大的神奇都想要能够获得一道神法。如此的话，就可以让自己的实力再度提升到非常可怕的层次，达到那个层次的神奇都是叱咤一方神之领域的世界之神了。此时的萧炎才明白过来，看来自己的这本焚诀来历不凡，不然也不可能诞生冯老这等强大的焚诀之灵，还有焚诀空间以及焚神诀的神技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少年时期自己从药老那里拿来的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过了那么多年，这道焚诀竟然能够演化出如此多的惊人之法。看来焚诀的力量还不止那么多，甚至还有更强的力量，还需要等待自己的发掘。距离诸天气运之争还有半年之多，萧炎也不再浪费时间，开始对焚神诀的第3诀认真的开始领悟去修炼。萧炎相信，一旦彻底的领悟到焚神诀的第3诀，便可拥有非常可怕的力量。这无疑是对萧炎日后进入诸天气运之争有者一分对敌的强大底牌。此时，焚诀空间中充斥着萧炎那强大的世界之力，这些便是世界本源之气，世界的意志。拥有更多的世界意志，那么在主宰境的修为实力便就会提升。不过在这道世界之力中，还有着另一股力量，那就是焚诀之力，或者说焚神之力会更加的贴切。这股焚神之力非常的奇特，在经过体内那些经络血液骨骼中流淌的时候，总是有着一股高高在上的气流，在体内疯狂的冲刷着。这种感觉萧炎也说不上来，或许在彻底领取到焚神诀第3诀的时候，才能知晓这是一股什么样力量。所以如今要做的就是先去领悟第3诀。一旁的冯老见到萧炎开始修炼焚神诀第3诀，也不再打扰，身影也消失在原地。当然，在萧炎、沐尘都各自修炼自身修为的时候，灵动也不可能会落下，因为他也正在疯狂的修炼他那9道符祖的力量。9道祖符的力量比起之前的更加深不可测，在灵动的周身有着9道变化来变化去的可怕力量，每一道都是散发出令人心悸之感。而就算有着如此可怕的多种属性力量，灵动的眉头依旧有着不满足之色，因为他知晓日后要对面的对手或者是敌人都会比自己更强大，所以他这一次获得了时间祖符之力，无疑是要对他那8组琉璃体的改造，变成9组琉璃体。虽然此前有施展过9组琉璃体的威力，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彻底的将其力量发挥极致。而这一次，灵动则是想要将由9道祖符融合成9组琉璃体，再好好的9组琉璃体的力量发挥到极致。到时候，这会是灵动最强大的底牌之一。整个天元界都在为半年之后的诸天气运之争做准备，这种让诸多强者进入修炼阶段，还真是无比的团结一般。整个天元界都处于诸多强者修炼阶段，这也是首次见到一个世界中会是如此，在同一时间都选择修炼的景象。不过自从天元界进入神纪元世界后，基本都没有大敌入侵。此次见到新天中的邪灵之物后，身为天元界的生灵，自然要团结一致，抵御这些邪灵之物。因为也不知道2代圣神什么时候出现，如果一旦出现了，其实力一定不会比当年圣神弱，甚至更强。当年的圣神还只是第2序列神的实力，就让的整个天元界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要不是元尊踏出第1序列之位，将其圣神击败，恐怕就没有如今的和平天元界。那么恐怕2代圣神至少都是半步第1序列之位，甚至也有可能。这最坏的打算，众人虽然知晓，但是也非常不希望那种局面的发生。不知不觉，半年多的时间悄然过去，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大家都非常的顺利的完成的实力上的突破，也有些修炼者同样稳固了之前还未稳固的境界，多多少少都是比起之前还要强上一丝。不过2代圣神并没有出现，这也让众人微微的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一旦2代圣神出现，那么就无法进入古元天之中进行诸天气运之争了，这也是极为不好的局面。原本诸天气运之争可以让9天之中的气运充沛达到鼎盛状态，如果被一场战争打响的话，那么他们就会错过能够提升整个诸天气运的机会。所以这一次2代圣神没有出现各大诸天中，无疑是让众人又惊又疑。
不过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所谓的二代圣神，无疑是对各大诸天有者好处。归墟神殿，这里是天元界的最强战力势力，其中坐镇了4位古神以及其他第3神，拥有着天元界所有的整合力量。只要有大敌入侵破坏天元界，归墟神殿就会运转这股最强的战力抵御。其实，在宫殿之中，有者数道身影坐于其中，而在这些数道身影的前方，便是并排坐着4道身影，而这4道身影正是4大古神。大家最近是否有感应到天元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4大古神之一的金罗古神望着下方的数位身影说道，其中一道身影听到金罗古神的问话，对其拱了拱手示意，没有，一切都是很正常。其他人呢？金罗再次出声道，不过得到的答案依旧是没有，因为在这段时间，天元界的诸多强者开始修炼的时候，这些站在如今天元界之巅的第3神，则是监视诸天中以及整个天元界的动静，是否有者2代圣神的影子。但是就算是这些第3神布下诸多阵法，也没有发现关于2代圣神的任何蛛丝马迹，这让的他们这些第3神都开始有所疑虑起来。按照常理的推测，自上次那新天中所出现的邪灵之物被击败后，应该会对各大诸天发起进攻才对，但是为什么会没有出现入侵的情况呢？我想这一次之所以没有出现2代圣神入侵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正在等时间。等时间，其他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苍渊古神所说的话意思。见到诸多疑惑的眼神向自己投来的时候，苍渊古神开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说的等时间，乃是2代圣神可能正在处于突破晋升第1序列之位的关键时刻，所以他们在等2代圣神彻底的迈出那一步之后，才会向我们各大诸天发起入侵攻战。只有达到第1序列之位，成为第1序列神的时候，那便是拥有了堪比当年元尊以及祖龙的实力。”讲到此处，不仅下方的那些数道身影露出惊骇之色，就连其他3位古神都是有了一丝震惊。他们如今乃是第3序列的神，在天元界中几乎是无敌的存在，能够让这些第3神都那么如此震惊的话，也只有那所谓的第1序列神了。那我们不能让2代圣神迈出那第1序列之位，不然就算我们诸多第3神联手，恐怕也不是第1神的对手了。届时我们的各大诸天以及整个天元界都会受到严重的入侵。对，绝不能让这事情发生。下方有者数道声音齐齐出声，而那正前方盘坐于一道莲花之上的地龙古神，此时也缓缓开口：“大家也不要惊慌，第1序列之位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迈入的。想当年，就算是圣神自己都成功晋升第1序列之神，可以想象迈入第1序列之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”刚刚还有些内心波澜的众人，听到地龙这一番话的时候，这才慢慢的平复了内心的情绪。正如地龙古神所说，第1序列之位不是那么要晋升踏入的。要是那么简单的话，为何从天元界诞生以来，为何就只有祖龙这位第1神？换句说话，就算是周元，也是通过祖龙筋骨才迈出了第1序列的那一步。如果没有祖龙的筋骨，就算是当年的周元，也无法成为第1序列神，更不会成为元尊了。大家可以放心一点，就算是真的2道圣神突破晋升第1序列之位，成为第1神，我们联合所有序列神以及天元界的最强战力，也要与之一拼。一直没有说话的赤鸡古神也开始为大家鼓起勇气，1代圣神都不惧怕，更何况是2代圣神。但是大家依旧要提高警惕，不要被那些家伙入侵了个大诸天。如今9大诸天已经被我们布下结界，一旦有那些东西进来我们诸天中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感知到。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就算真的到时候大敌来了，我们也不会有者一丝惧意，要战那便战。金罗古神那震撼人心的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之中，令得下方的所有人的身躯都是微微一怔。一句要战那便战，如此简单的5个字，却是透露着天元界的生灵不会惧怕任何东西，就算他们是2代圣神又如何？曾经1代圣神如此的强大，还不是被我们天元界的元尊给抹杀？有那么第1次，那就有者第2次同样可以抹杀2代圣神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归墟神殿中散发出无比强大的战意，永不屈膝。与此同时，在天元界的一处山峰之巅，在这里竟然有着3道身影的出现。这3道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可不比归墟神殿的那4大古神弱，甚至还要强上一丝。没想到对方这一次没有入侵各大诸天，真是意料之外啊！这时候，一道清脆的男子声音响起，正看着他面前的另外2道身影。看样子对方也很聪明，知晓我们会有者防备他们之心，所以为了小心驶的万年船，竟然能够如此的隐忍。剑神、青神，看来我们要把目光放在3日后的诸天气运之争中了。而说话的这个人，正是6尊之神的吞噬之神赵牧神。赵牧神似乎对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非常的感兴趣哦。剑神李纯君带着一丝好奇之心喃喃开口，后者也没有隐瞒。的确，赵牧神对此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有着一丝兴趣，因为这一次进入古元界参加诸天气运之争的人员，除了天元界之人外，还有这其他世界的守护者，那就是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。而这3个人此前在纪元遗迹的表现和在新天之中所施展的实力，都是让他们这些第3神都感到震撼。当时那位萧炎更是施展大咒中的神物神火，将那邪灵之物彻底的磨灭，这才平息了那一场新天中的灾劫。赵牧神
对那萧炎、林动、沐尘3位来自千元界守护者的他们有兴趣。青神发出一道惊异之声。很显然，青神没有想到过赵牧神对如此看重萧炎3人。这3位年轻人虽然年纪比我们小很多很多，但是我有一种感觉，仿佛觉得说，在未来的某一日，他们3人在大纣中都将会是叱咤一方的强大人物，而且在他们的身上，我看到未来他们所绽放出来的耀眼光芒。赵牧神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对萧炎、林沐尘3人的未来评价，而且赵牧神这样评价萧炎3人，还算是收敛了。或者在未来的他们，将会是处于3道最璀璨的耀眼之光。那我想问一下赵牧神，你觉得他们3人之中，谁才是最耀眼的星光呢？这时候，剑神李纯君带着一丝打趣的语气说道。而剑神李纯君这么一问，的确这问题非常的刁钻与刻薄。他们3位皆是非常强大的存在，基本都是处于伯仲之间，没有所谓的谁强谁弱，而是硬要说出一名最强之人的话。就算是赵牧神也不敢加以肯定，他们3人其中的任何一人。剑神所问的问题的确很精彩，我现在也说不出他们3人之中谁最强，但是我只能说，想要知道他们3人之中最强者，只能让时间告诉我们了。我相信，随着时间的证明，我们也会知晓最终的答案。吞噬之神赵牧神开始打圆环了，不过也的确，他并不知道他们3人之中谁才是真正的最强者。或许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不过，目前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那位牧尘似乎离开了天元界，前往了天心界。说是寻找第6座原始法身，而萧炎和林动则是选择闭关修炼。他们每一个人所修炼的竟然都是大纣中的神物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剑神李纯君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吃惊，特别是萧炎所修炼的火道，那等造诣恐怕比起赤击古神只高不低。除了萧炎，那林动所修炼的多种强大属性之力，也更是让人揣摩不透。能够将大纣间那么多属性的力量融合一起，更是让我都难以置信。这些来自第3等级的守护者，竟然个个都是拥有不凡之物。真不知道，要是元尊见到这3位，将会是怎么样的评价呢？诸天气运之争在今日终于开启了。诸天气运之争，正如其名，这是一场波及整个天元界中的各大9天的争斗。传闻天元界天地初开之时，有着第1序列之位的祖龙诞生。这位祖龙乃是天元界的第1神，后来祖龙生化万物，方才有了天元界的生灵。而在天元界之中，有一处极为特殊的存在，那便是祖龙诞生的祖地。那地方碎片演变的一方天地，称之为古元天。此天并非是9天之一，而是独立的存在。古元天极为的神秘无比，其内蕴含着最为古老的天地元气，将之称为祖气。古元天同时连通着9天，但这些通道目前都是处于封闭的状态，唯有到了诸天气运之争的开启，才会连通9天。而如今，天元界诞生了新的一天，这则是从原本的9个通道变成了10个通道。所谓的诸天气运之争，其实就是争夺那古元天中最为古老的天地元气的分配权。如果其中一天分配的元气越多，那么就能够将这一天的气运提升至一个临界点。可以说，原本在10天之中最弱的一天，得到这一次古老的天地元气分配最多，那么便可一举超越其他9天的气运，甚至可以站在10天之中的最强一天也说不定。而现在的天元界最强的则是混元天，这是万年不变的最强一天。那是因为以往的诸天气运之争中，混元天一次次的争夺到了最大的祖气分配权，这让混元天中的天地元气充盈我无比浓郁，从而在混元天之中诞生出比其他诸天更多的天之骄子。原来混元天的天地元气的强盛，竟然是这种深层次的原因。而且古元天的规则是参与的各天越多，那所诞生的祖气就会越强大。天渊域今日乃是诸天气运之争的开启，整个天元界的元气似乎都提升了一分，那是因为在这些修炼者的实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萧炎、林动则是已经全部出关，只有沐尘还没有赶来。沐尘怎么还没有来？难道是忘记了今天是诸天气运之争的日子？萧炎的声音缓缓传出，一旁的林动则是目光凌厉的深邃。沐尘，我想应该会在开启诸天气运之争前会到，我相信他。萧炎也是点点头。沐尘的时间观念还是很有分寸的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。或许沐尘在天星界找到了第6座原始法身，说不定在传承这座原始法身的力量，到时候实力又是有着巨大的突破。你们2位也出关了，似乎气息比之前更加精湛了。专诸大尊看到萧炎、林动的身影，便是在第一世就感觉到他们比起之前有着一丝变化，只是究竟是哪里有着变化，就连专诸大尊都没有发现。见过专诸大尊，萧炎、林动2人闻声微笑的走了过来，拱手恭敬道：“此次就连专诸大尊也会进入诸天气运之争中，因为诸天气运之争乃是关系到各方天地间的争斗。虽然萧炎和林动的实力也是极为的强大，不过像专诸大尊以及其他大尊的这种级别强者，还是不能够掺和的。大尊级别的实力基本可都是准神境的实力，萧炎、林动的实力还只是最强主宰中期而已。这次看来，就只能靠你们这些大尊级别的人物了。”萧炎笑道：“对于大尊级别的战斗，还是要避而远之为好。此事不仅是靠我们，其实也靠你们。”专诸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笑眯眯地看着萧炎、林动2人。什么？也靠我们？萧炎、林动微微一愣，惊疑不定地盯着专诸大尊那笑眯眯的笑容。诸天气运之争听起来的规模就如此的恐怖，将天元界的10天都包括在内，这算是萧炎、林动等人在至今为止见过最为庞大的争端之战。要知道，
天元界乃是第2等级之首位的大界，其中的强者数不胜数，什么主宰境都是这些天子骄子能够轻易踏足的境界。在古元天中的争夺之物，也是影响到10天未来时间的天地元气的强弱之分。古元天中所诞生的祖气能够多得一分份额之配，那对于所在的天地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混元天能够有如今的强盛，光是显露的大尊，包括苍渊在内，就有者10位。因为天约域之中有者2位大尊，而数万年前元尊所诞生的其他一种天，却指大尊的数量则是没有混元天的多。这诸天之间的差距，虽说不能说完全是因为那一次次诸天之争所导致，但也必然有着不小的比重。所以在萧炎、灵动2人看来，这种级别的争夺之战斗，应该是属于专逐大尊以及其他大尊这些顶尖的准神境强者，而他们这种主宰境的实力，恐怕只能在旁呐喊助威的份。准确的说，是也要靠你们这些圣者境的超级强者。不对，对你们而言乃是主宰境。专逐大尊望者敬意的萧炎、灵动笑者解释，诸天气运之争的规模的确极为的庞大，关系到整个诸天未来的气运。诸天气运之争的结果，不仅仅是由我们大尊来做决定的。说完，专逐大尊屈指一弹，只见得一道强大的元气在面前凝聚，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光罩，在光罩之内，竟是被分为了3层。古元天玄妙无比，自诞生以来，便是化为了3重空间。第1层的主宰空间，第2层的天至尊空间，第3层乃是地至尊空间。闻言，萧炎、灵动2人的心中微微一动，似是明白了其中的什么意思。这3重奇异的空间，唯有符合其中的规则者，方能进入。比如主宰强者无法进入天至尊空间，而天至尊强者也无法进入地至尊空间。每一层空间都拥有着古元天所诞生的祖气总量的2成，而每一层空间最深处育有9条虚空通道。这9条通道有强弱之分，若是打通并且占据最强通道，将其连接向所在天地，自然就能够令得所在天地得到最大份额的祖气。原来如此啊！萧炎、灵动暗感的惊奇，这古元天倒是颇为的有奇妙之感，竟然能演变出这般规则出来。3重空间，每一重都拥有着古元天中的总量祖气的2成左右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倒是让的诸天的地至尊强者也是有了参与的资格。2成祖气的份额支配，如果能够夺得那比较大的一道份额支配，必然会对其他天的未来造成不小的影响。3重的空间，每一重的空间各占2成，那么还有4成在哪？灵动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道。专逐大尊闻言，面色微微的一肃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那最后剩下的4成，就得看各方的大尊了。”